用贬值的钱去还，就你敢还更少。有钱人他会更加会利用这一些银行的一些 facilities， 不要太过追求，可是盲目的追求。如果你想要在这个社会可以慢慢的往上爬，你就要懂这游戏规则怎样玩。我们辛苦工作，我们想要得到的就是不同的人生体验。OK， 欢迎来到 TX 的 Podcast， TX Show。然后接着上一集的 Credit Card 的这个 Podcast， 我们因为收到很多人的问题，对，我们就做第2集，讲更多关于 Credit Card 的东西，而且这一个是更仔细，根据大家观众们的问题来回复一个卡和对应用。那么当然，我们这次有点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身在哪里啊？今天我们来到迪拜，然后这一个Bab Al Sham 这个5星级的沙漠酒店很美很美，所以我们看到刚好我们在等这 taxi， 因为在风山野岭很久了。我们现在就在他们的 business lounge 里面，然后 conduct 一个这个 podcast。OK， 就直接进入主题啊。对，那么当然，我们这次运用的这张卡也是有关于到这个5星级酒店。等一下我们邀请到我们的 Amex 的 Metal Card 的 Holder 微信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来，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Hello， 大家好。像刚才Ken 跟Leo 有讲到，就是我们现在在 Dubai 的 Bab Al Sham 的这个 hotel， 然后上一期有没有讲到这个信用卡？然后这一次我们来到呢，就 enjoy 了这一个信用卡的它的好处。这个信用卡是这样子的，所以它是铁的。哦，给镜头看一下，给哇，这样还巧所以这个是铁的信用卡。敲烂了 renew 一张要几多钱？这样我就不懂。哇哦！这样先讲一下这张卡是怎样拿到的呢？这张卡是跟 Maybank 的 Relationship Manager， 就是你跟他讲，就是 RM 了，你就跟他讲你要申请，然后当然你要符合他一些 criteria， 这 criteria 还可以，就是还有 annual income。可以 share 一下 criteria 大概是多少，然后年费大概多少？可能观众有些人要想要申请，因为经常都会有人问，就是 criteria 要怎样拿到，或是申请过后要怎样maintain。铁的，康生。OK， 这样这一张卡呢是没有的，直接上网 apply 的了。据我所知，然后只是你跟 RM 讲你要申请，然后他就会看你的 record， 然后他会帮你申请哦。这样要申请的话 ，minimum annual income 是190千马币一年呢，所以是一年。对。然后它有 annual fee。annual fee 是没有的 waive 的它不像有一些 credit card 是可以 waive 掉 annual fee， 它的 annual fee 是3250块，就每一年怎么样都好，你都要给掉3250块。3000多块很多因为马来西亚现在普遍的，它都是免掉那个 annual fee。但是很值得啊，是如果你有在用的话，那就要问一下，到底这3000多块给到值不值得？讲真的，我不懂值不值得啦。OK， 因为我看到小红书上面很多人讲不值得，因为它的 benefit 没有什么东西。然后除了反正我觉得蛮值得啦，经过这几天过后，就是看你怎样用啊，我觉得。它最大人家讲一看到马上 instant 的好处就是呢，你 sign up 了过后，你在3个月的时间里面刷了一个20千，你就会拿到 Maybank Trades Point， 不懂200千还是300千的分数。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东西是它 credit limit， 我觉得可以 check 一下 credit limit 是多少。对，这个我也好奇 ，credit limit 到底是多少呢？这一张？我问了很多次，他都讲没有 limit。他讲你可以买一间屋子，你可以买一架飞机，这样你的就没有 limit。你在你的 bank apps 里面它的 limit 会写什么 ？NULL not available 这样啊，就是看不到。没有 limit。这边有一个观众问这个伟毅他讲想知道如何要提高信用卡的额度或是银行自行联络提高信用卡额度，他就问我们的是自己去提高还是银行过来提高。所以这一个卡呢，只要你去拿到，所以根据刚刚新的 RM 讲是没有 limit 的啦，所以你可以买任何东西，但是据我所知是好像它是没有 payment terms 的，你一定要 clear 完，对不对？就是你在1个月里面 statement 到你就要把全部 clear 完，你没有的分期付款，你没有的就是只是给 statement balance， 你整个 outstanding 就要 clear 到。所以这张他们不叫 credit card， 他们叫 charge card， 是不是？charge card 就是给钱拿一张卡，但是 with requirement， 但它是没有 limit。这个它的 full name 是 American Express Platinum Charge Card， 所以它来的时候它有个木盒，然后你打开就里面有这一张卡。那当然可是这样子啦，1个月要还掉它了，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很多人讲
我用 credit 卡就是要分期付款什么嘛，其实1个月的这个免利息期啦，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来的。比如讲你1个月还，因为每个月其实都是钱都是在贬值，所以你上个月花的钱，其实你到了下个月那个钱已经贬值了，所以你上个月花钱你不用给先，那你下个月才还，就是讲你还的时候，你用贬值的钱去还，就你敢还更少所以重点就是那个可能如果你是说几千块，可能那个效果没有那样大。可是你说这可能是几百千甚至100万以上，这样你的那个利息的那个额度，它就我听过一个上市公司的 CEO， 他就share他买一栋楼65个65个 million 美金，60个 million 美金，6个 million 太多了，60个 million 美金，他1个月过后他还，对不对？然后他讲1个月的通货膨胀大概1%，大概啦。好像1%，说他省了多少钱？60个 million 的1%，650千美金。你可能刷几千块，你看不到那个效果，但是你刷60个 million 买一栋楼，你省掉的那一个钱是650千美金。你 imagine 一下，而且你那个钱放在银行，你还要拿1个月的利息。这个就是很多人可能说，有钱人比较搞笑，可是我是觉得有钱人他会更加会利用这一些银行的一些 facilities。其实我看到你们上一期的 video 有一个 comment， 我觉得很可爱。他讲你们呢，不是我，他讲你们不要太过追求尊贵感，他讲追求这种东西不好。这样讲不好你觉得？这个我不知道那个人讲的。OK， 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是讲什么尊贵感，就是你同样买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些卡会给到你不一样的待遇体验，有什么不好呢？ OK， 我们不是一直在 show off，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这个只是你拿到这一些卡，他们拿到 Infinite 拿到这一些卡的副产品、附属品。对，但就你跟你消费其实也一样啊，你就比如讲你住一间 hotel， 难道你不想要有你给了很多钱住一个5星级 hotel， 你难道不想要一个人 serve 你好好进来的时候帮你拿行李去 hotel， 然后帮你换你的那个算不算尊贵感，还是一个服务？对，这一个是一个体验，附加的体验。可能我想在角度不要太过追求，可是我是认同不要太过追求，可是盲目的追求，要有一个盲目在前面。就好像如果他们是为了那一些东西而去追求，去虚报收入来拿到那一张信用卡，这样是不对。就我们特地那些这个190多千我们特地做那个资料去拿，然后那个年费要3000多块，然后你负担不起的时候，但是当你如果原本就可以拿 ，why not 你去 extra 的一个 benefit 给你？所以我是觉得在能力范围里面，你可以享受到你要的东西是比较重要。对，这样当然尊贵感这个东西我自己没有体验过，当我体验了，我就可以选择到底我喜欢或不喜欢。所以我会觉得先体验了，这样子我们才会有选择权我觉得我喜欢还是我不喜欢。Okay， 比如讲我来旅行的时候，我用这张卡来刷这个飞机票。这是我们卡跟他们讲一下，这一张UOB 的 Infinite 卡都年收入大概应该是120千 annual 就可以就可以去 try to 申请了。那么这张卡有什么好处呢？那时候我有讲到去旅行可以打车免费。然后我真正就去用了这张卡，这张卡呢，我就用了这张卡刷我的飞机票，大概5000多块，我就打电话给他的这个柜台他有一个特别的 concierge service，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其实几点我要去机场，我写好时间，他就安排了一个 Wildfire 来载我们，那时候6也是跟我一起打。对，那时候蹭他的现在我们就去这机场，然后现在我讲的一样，Wildfire然后是全免费的，说是讲的到就是因为有那个 UOB 的可以拿，然后只要你有消费5000块马币在旅行的费用，就可以打电话去给 UOB 的 Priority Banking， 然后就可以跟他们这个程度，就免费的东西都比较爽一点。
所以就是免费的，这个就是一个附加价值，我觉得。我的体验就是在这几天7天的一个旅行里面呢，它的重要性就是我 binding 那张卡进去那种类似于 Grab 的代送服务，那么那个 rate 其实是相对来说比我在我 office 下面那个换 cash 然后 rate 来的还要低，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基本上在这里你打每个 taxi 啦，它都会提供有卡这个元素在里面。如果你没有给卡了，它的零头你是要给多一点它，好像小费这样子。反而另外一个角度是省了那笔钱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进入直接，有一个人问小白如何从没有 credit 卡到拿到高 limit 的卡。我觉得是每一次如果你的人工有调整的话，你就去 apply up limit， 或者是 try to apply 另外一张更高的，所以要一步一脚印的这样子去 build 那个 profile 会比较快一点。像我讲到刚刚的是那个打车的一个体验或者是消费的一个体验。这样子我想要问一下 Shane， 因为我们在这个酒店有收到这个信封，这个信封听说是你的卡带来的一些 benefit， 你可以跟我们 share 一下吗？到底在这里真正5星级酒店里面有什么样的 benefit？ 我们现在来到迪拜的Al Asham，Bab Al Asham，看到这边的环境非常好，都是大台明星的剧。可以 check in。They can read it since it's a 4 rooms. Is it including the late checkout? Yep. We will just update the key card accordingly for that. Thank you。benefit 满满。对，这一个就是 for 这个 American Express 的 Charge Card， 你在 Maybank 有一个叫 Travel Concierge， 就是任何你买飞机票、你买住宿，你都可以通过这个 Travel Concierge 去 book。也就是你要打电话，然后他们会有服务人员24小时。这样好像你的 PA 这样子。你24小时你打电话，你该讲你要去哪里，你要买什么飞机票、住宿，他都可以帮你 book。这样通过这一些来帮你 book 的话呢，它的好处你可以看到，等下我们给镜头前面的人看，就你可以提早 check in。普通去 hotel 的话，可能你是3点或者是4点才可以 check in， 这一个12点就可以 check in。哇！然后如果房间有位的话，你可以 room upgrade， 就是 free 的。诶，这样你的有 upgrade 到吗？有啊，你的 upgrade 去比较大的、比较肯定跟比较美的。哦，这样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到别的房间。OK， 然后它有 free daily breakfast for 2个人，然后你住多久就是每一天都有咯。然后还有 complimentary WiFi， 它会给你special 的 WiFi。然后再来呢就是 late checkout， 也就讲你平时住的话是12点 check out， 这一边如果你用 American Express 的话，你是4点才可以 check out。这样子很低哦，你看。提早 check in， 住多一天这样。延迟 check out。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每一间房你都会有一个100块美金的 credit， 所以就是400多块马币啊，你可以用来吃，你可以用在它的 facility、它的 spa 啊，或者是城下这一边还有骑马这边骑马是免费啊，就任何 resort 里面 hotel 里面呢，来给大家看一下，骑马不是免费哦，所以这一些都是 extra 的 benefit 啊。所以我当然讲几个早 check in 迟 check out， 我相信这个是每一个人的痛点嘛。然后再来免费的早餐，然后还有送你100块美金。诶，这样子你这样算上来我们你的年费其实是我们现在快速计算一下，4个人4间房，1人100美金就是400美金哦，400美金换算到马币，我算它1600啦，1600，4.0算1600。早餐这里我看它是300块一个人，连我们8个人呢，8、3、20是2400，2天的早餐4800加1600，6400，提早 check in， 提迟 check out 不知道多少钱啊？我大概算下来现在都已经6400了，年费3000多，看都已经1倍了，这样赚回了，而且是一次旅行吧。几次旅行其实是 over 到完。对，但是它有那个 hotel list 啦，不是每个 hotel 都有这样子的啊。它只有，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只有 5 star hotel 在它的 list 里面，而且不是每一个5 star hotel 都有。我觉得它 list 在里面那 hotel 都是蛮有 quality 的，这样子讲的话，所以你选那一些来住。只是唯一我不喜欢的就是我可以很快的去那种 booking.com book hotel， 但是这边我要打电话要等。maybe 它是给你的作用就是我跟你开着 loudspeaker 的，你自己在做的东西，你就跟他讲其实要他就去。反正可能你下次可以 try 要求更多，
就是在电话那边跟他讲哦，你的要求是什么，看他可以做到什么样。没有，它有一个 list 的，这一个就是在 website 上面它的 list，就是你可以拿到的东西就是这样子而已。又或者是你可以叫你的助理打电话去跟你，就什么都不用做，因为可能你就觉得 Booking.com 可能有时候麻烦，你会不小心按错啊，还是不小心选到一单人床2个这样，就很多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先回答问题先，刚刚讲到一半，对，有一个人问怎样从小白快速拿到 credit card，然后那个 limit 也是要高。OK，刚略有分享了哦，还是因为那个顺序调反了，你要不要讲多一次？哦，我再讲一次，所以非常简单，总之你有第一份收入的时候，你就直接 OK 去拿一张 credit 卡先，看你的公司是什么。如果你公司是那种大的 MNC company，其实你1-2个月你就可以去 try 了。如果你是 normal 的普通的公司的话，你就3个月，然后你就去拿一张先啊。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上一集也是有讲过了，就一有薪水，其实你直接可以去拿了的，可以 try 了的。OK，我们这里的话，我可以 share 就是你一定要有 EPF。首先，第一个，你不管你做什么公司，你一定要拿 EPF，所以你比较容易拿到第一张卡，因为你有固定的收入，然后至少你的工钱要3000块以上啦，不然你也是很难拿。OK，然后第二点就是你有上班，你要开始，你记得要去 update 你银行里面的 profile， 写你现在是在什么公司上班，薪水多少，然后这样子那个 bank 有可能他就会 send email 给你 offer 你一张卡。然后就 stick with 一个 bank 了。对，总之你就要想办法让那个银行知道你现在有收入，然后你在哪里做工啊，然后你也是要有那个 bank 有 transaction 啊，当然啊，给他知道，然后最好是你那个银行又是进工签的那一个银行，这样子就更容易申请。然后那么要讲提高 limit 的话呢，还有一个小 tips， 就是你可以去，可能你去 shopping mall 的时候，你看到有 booth 啊，你去那种 booth 去申请，因为他们有 target。然后他们会给你多一点夸大去approve 的。讲到这个呢，我就看到比较多人就是可能看到有 salesman credit card 来，你就会拒绝他，就不要跟他讲话。其实你可以多跟他们聊天啊，你怎样都会学到一点东西，要怎样申请啊，或者是关于这个 bank 的一些小知识啊，所以你可以跟他聊，你可以跟他讲你的状况，你现在是怎样，要怎样申请，所以也是免费的嘛。他跟你讲你要不要申请，过后再讲，不用给钱的咯。所以不要看到 salesman 过来你就屏蔽掉这些东西啊，我觉得是个不错的学习机会。然后第二点，如果要快速提高里面的话，首先像 Luke 刚才有讲到，如果你这样好彩，或者是你的成绩很好，你进到去一个很大的firm，比如讲大的上市公司啊，还是银行啊等等的公司，大公司很稳的铁饭碗，那么你里面其实自然它给到的就会高，因为银行就会觉得你这个公司就不太可能会倒，你的是很稳，你的薪水很稳，所以他就给你高一点。那么如果你是可能在一个比较新的公司，比较刚创业的公司，可能你申请的时候比较难，但是还是有方法，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些 bank 啊，比如讲他可以给你放一个 FD 在里面。然后他就直接给你一张 credit 卡，然后那 credit 卡就是你 FD 的那个钱，但是你要有钱放 FD 啊，就一个 minimum 应该2000块啊，5000块，其实很多 bank 都有，你们可以去问。跟 debit 卡又有不一样，因为它这个就是 credit 卡，你还是因为你有那 credit score，对你就是真正在 secret 里面，它就是一张 credit 卡来的。所以你有了那个记录，你就可以去 try 别的卡。刚刚讲到 limit 嘛，大，我们就跟Shane 在这边有一个体验，就是我们进到去 Rolex 的店，然后他就 offer 了吉利手表了，镶钻的全景，所以它是200多300千。所以 limit 大的，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看到你真的是喜欢的，那你可以毫不犹豫的直接去拿下。好像如果200-300千，我可能要分几张卡就很麻烦了。还有一个要提高 limit 的话，首先你的 payment terms 一定要美了 ，OK？ 所以记得你给钱的时候，credit card 的 payment 呢有2个，第一个叫 statement date， 第二个叫 payment date。所以 statement date 就是给你知道 ，OK？ 你这一个月用了多少钱，然后你的 payment due date 还有可能是2个礼拜之后。重要的是你的给钱一定要在 payment due date 之前，所以你不要超过那日期，超过那日期就代表着你没有能力偿还，所以你就代表着你以后要申请。可能比较难，它会留一个不好的 record 在你的 top secret 那边。反正就是欠钱还钱，天经地义。第一个就是不要每人刷爆哈，那现在给你3万，你不要每次福利有递来3万啊，你可能 control 在就一般以下比较好一点的。不小心刷爆
太所以 credit card 不要小看它，它是可以帮助到以后我们借 loan，就是你要买车、你要买屋子，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很多人很害怕用信用卡，因为他觉得他会 over 用，很像我看到 YouTube comment 那边讲，我信用卡不好啊，还会 overspend 啊。其实这个是个人问题。但我是有讲，这不是信用卡问题，这个是使用信用卡的人。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然后大家可以 comment 在下面，你会选择哪一个方式？比如说现在 iPhone 16开卖了嘛，OK， 一个6000块。这样子你有那个现金，然后你的信用卡也可以给到你0%的一个利息，这样你会选择你用信用卡0%利息去供一个半年6个月或者是12个月，或者是你现在直接拿现金6000块 debit 卡或现金去买，所以你们会这样做？你们可以 comment 下面给我们看这个答案。应该没有可能是用 cash 吧，这个很简单。没有哦，你们 comment 一下，到底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那我也给大家一个 scenario， 比如说你是去年你买iPhone 15了，然后今年 iPhone 16又跌价。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卡的 limit 是够，就是如果只是刚刚好6000这样，我就不会要啦。但是如果我卡类似有30-50千，我 lock 这一个6000块 limit for 一个2年，我是觉得我会拿这一个 payment terms 啊，因为来说讲啊，钱是贬值的，更何况是2年过后，我2年过后才给这个电话钱。根本就我买的时候6000块，我给的时候可能剩4000多吧。2年后的6000块已经不止6000。像 Maxis 啊、DG 那些 plan 啊，你肯定不用想，你就拿 credit card 去买吧。那些 plan 还要你绑定它最高的那个。对，这个留给 comment 的人讨论啦。OK， 所以我继续下一个问题哦，怎样可以办到那么多张卡？这个就你一直去办，就一直有这样多啊，这个很简单，就是你有用卡，有准时还钱，继续办卡，就是这样。可是我发现 Shane 是比较少卡，因为你看他的钱包跟我们的钱包它就不一样。我总共也是有差不多15-16张，但是很多我也是没有用了，所以没有用的我也是有些会 cut 掉。对，那办多张卡不是为了要 show off， 不是为了要什么用途，因为你一直在用不同的卡，每一张卡都有不同的好处，那这一个好处就取决于你有没有用到。比如说你有一些人喜欢看戏，有些人喜欢 coffee bean， 那一些卡是对你有帮助、有省到钱的话，这样你去拿。如果没有的话，你为了多张卡而办 credit card 的话，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不是为了多张卡而办，因为我知道他那个 level 你一定要慢慢办得上，他不给你，可能我的情况、我的收入、我的公司，他不给我突然间跳最高那张卡，所以他就要你先拿这张，后来多3个月你再申请再上一张，所以我就会剩下有很多张出来啊，会慢慢 cut 掉咯，如果没用到的话。但是好像我想看戏，说那个 GSC 的卡是我一开始就申请了，然后到现在我还留着，因为每次看戏有扣30%，就 why not？没有拿来看戏哦，因为 Ken 是差不多可以拿 Malaysia Board of Record 一年里面看最多戏的那一个。就你买 popcorn 那些又有扣，新的戏他们会看，全部都看完了，全部都看完了。而且是在电影院看。所以我们不是就是为了这样多张而拿，就是一直你慢慢拿，就是附属品就是这样多张出来。这当然有一些是Shopee 啊、Lazada 啊，如果你是有常用的话，其实可以拿。其实基本上它分为几种卡，第一种就是 cashback 卡，就是你刷会有 cashback， 你可能打油有 cashback， 还是买 Shopee 有 cashback， 买 grocery 有 cashback， 这是 cashback 卡。还有一种就是分数卡，你刷就会有8成的分数，5倍的分数，8倍的分数，现在分数就可以拿来换礼物。然后你就有那一种比较 premium 的卡，它就是讲那个尊贵感啊，或者是 service 它就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 benefit 的它就可能有分期付款利息高 limit 比较好的 service 然后就有 charge card 刚刚先 share 的就是没有 limit， 要每年给钱，然后更加尊贵的体验这样子，大致上是这样啦。很多人有问一个问题，就是信用卡要怎样用了要怎样还 ，OK？ 很多人会乱了，里面会有 outstanding balance， 你们会有一个 minimum payment， 有一个 statement balance。一个 payment due date， 所以大体上我看这样多 bank 它都是这4个啦，它总结成这4个，所以你刷了多少，它都是会出现在 outstanding balance 上面，就是你刷了多少就是 outstanding。所以第二个就是 statement balance，statement balance 就是讲你上个月它的一个日期到一个日期之间，总之是30天里面啦。Let's say 有些是15号到15号，你这30天里面它会做成一个 statement， 就是你刷了多少。then 这30天的 balance， then 你就要在下个月它多一个15天。
就是大概45天总共，一定要还清。如果你不还清，就会有利息。然后你的 record 会不好，secrecy DOS 的 record 会不好。你要有零利，你要零利息，你一定要每次 payment due date 前把 statement balance clear 完，至少 minimum 把 statement balance clear 完。如果你要 clear 完 outstanding balance，你喜欢，你觉得你要直接 clear 完 outstanding 利息。这里有一个小建议给大家，所以如果那些你是很多张卡，你怕乱的话，你可以把全部的 statement date 你一定是放在月头或者是月尾。你可以打电话去 bank， 你跟他讲你要去月头、月尾还是月中，他会帮你安排一个日期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子做，我放 calendar 从月头、月中、月尾我都有还 credit 卡的这个 due date。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要拿45天最长的零利息的期，比如讲这个 statement date due date 要到了，我就不花它先，我花另外一张，它就是可以45天过才还。哇，这个很难记。没有，就我就是放在 calendar 吧，你就放 calendar，你用久了，我现在已经自己记得了月头是 Maybank 跟 HSBC 跟宏亮，月中就是 Standard Chartered UOB 就我记得了，所以大概我就知道我可能现在我要刷哪一张，我就会选今天是几号我就刷这张，刷那张，所以就这样子哦。然后 outstanding balance 刚好讲，如果你不想要欠，你看到你很不爽，你想要还完也是可以，但是其实你还 statement balance 就不会被 charge 利息了的，剩下的你可以下个月再还，那个是 legit 的，可以这样做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minimum payment，minimum payment 呢就是你最少你要还，但是它剩下的 balance 会 charge 利息。对，还 minimum payment 的这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会在你的 secrecy DOS 那边留下 record， 所以你那边就会是0。如果你没有还 minimum balance， 你那边就是一个1。所以怎样都好，如果真的不能的话，你都要还 minimum payment， 所以你的 secrecy DOS report 是 OK 的，但是你剩下的 balance 就会中利息。但是我是强烈建议不要到还 minimum payment 这个阶段，因为如果你算你自己有能力还的钱，你是不可能要还 minimum payment 的，除非有 emergency 的时候，紧急要用一笔可能医药费还是什么样的钱紧急的这样没有办法，你就先 minimum payment， 然后你去找钱，至少你不是欠着谁钱你是银行的 facilities 罢了所以用你的信用来借的钱，我是觉得是可以。那么我们做一个小总结，是关于3个 category 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还没拿卡的；第二个是刚刚拿了卡的；第三个是拿了卡一段时间的。那么我们先总结还没有拿卡的。那么还没拿卡的呢？我建议你们就是一样，第一份收入，第一个工作就可以去 apply 了的。你们可以 try 比较简单的 credit 卡先，可能是宏亮 bank 的。如果你真的是收入低过3000的话，你可以去 try 宏亮 bank， 它是2000块 fixed deposit， 那么你就可以拿一张 credit 卡。那么这一张 credit 卡呢是可以算你的 credit score 的。那么到时候你要买车买房，其实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那么还没拿过卡的就是这样子，要把自己的 profile build 好，然后不要时常去换了公司再拿，因为他一直看你这样子换公司 ，income 不 stable， 他也不会给你。所以记得一个公司至少做一个3个月了，然后拿一个卡。说刚已经拿到卡了，或者是看我们上一期视频有 try 的去申请卡，然后拿到了，千万要注意不要刷上头就是拿到credit卡，然后刷到很爽然后刷超过你可以刷的这一个 limit， 这个它就是一个工具，你就当着是 debit 卡这样子来刷，你有多少钱，你原本要刷的你就用它来刷，然后准时还。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去 update 你们的 profile， 如果你们有涨薪水，还是换公司，换更梗的公司 ，update 在你的 bank profile 里面，让 bank 知道你的收入变高，来为接下来做准备。所以第三点呢，就是注意你们的这个 outstanding balance、statement balance、minimum payment， 还有这个 payment due date 这4样东西 ，plan 好你们的这个 payment 要怎样还，要怎样刷，放好这个 due date 在你的 calendar， 然后就这样子刷着去。接下来就可以慢慢 build 你的 profile。这样接下来就先讲一下，你用了一段时间过后，要怎样拿到更高的、更好的卡。那对于我而言呢，就是当你有 credit card 的时候呢，OK， 你不要乱花咯，像他们讲的。然后更重要就是你接下来在 bank 的时候，你要给 bank 看到你是有钱的，然后慢慢我们的卡去不同的 level。所以每一个 credit card 它就有它的 minimum annual income，
当你 hit 到了那一个的话，你应该要申请去更高的 credit card， 不要就停留在那边拿更高的里面，因为每一个 category 的 credit card 都有它不同的 benefit。就当你可以成为 bank 的这一个 preferred customer 或者是在 priority banking 的时候，当然它的 credit card 又是不一样了。就好像 CMB 它有 CMB preferred 的这一个 credit card， 然后可以享受它的 benefit， 很像刚刚它推出的，当你刷了刀钱过后，你可以拿到免费的这一个 business class upgrade。所以当你 income hit 到了，你就应该去 apply 更高的，然后把旧的呢，你可以把它 terminate 掉，就你不用中 charge 这样多的这个 annual fee 或者是那个 service tax， 因为每一张卡呢，每一年都会中一个25块。但是没有用到的是真的要把它 terminate 它，因为 banker 都会这样的建议，不要放在那边不用它。然后最后呢，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这些 credit card 给到我们呢，不是你要去追求尊贵感，但是当你有那个能力的时候，这些卡可以给到你更好的体验，你就应该要去拿。因为对于我而言，我们辛苦工作，我们想要得到的就是不同的人生体验。因为这个就是游戏规则，如果你想要在这个社会可以慢慢的往上爬，你就要懂这游戏规则怎样玩，你就要懂银行的游戏规则怎样玩，才可以借用它的杠杆，利用银行的杠杆去做更想要做的东西。当然，我们不是 professional 的 banker， 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一些 professional 的 advice， 你应该要去寻找你的 banker。我们只是根据我们个人的经验来分享，不是一个 advice。都是我们纯粹是个人的体验。去 shopping mall 找那些部分啊，问他们，我们帮 shopping mall 的人找到更多 customer， 现在啊，真的跟他们多聊，他们很愿意跟你们给你们了解这些东西的。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打在 comment 一样，我看到更多很好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找。OK， 所以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一段落，然后有什么想了解关于 finance、关于金融方面的知识，就好像现在这一集 credit 卡或者是其他等等的，可以在下面 comment， 我们可以去跟大家分享更多个人经验，跟我们跟不同的人、不同的 banker 啊、relationship manager 或者是 fund manager 聊天得到的一些知识，我们会分享给大家。OK， 谢谢大家，关注我们，关注我们 ，like、share、follow 我们，拜拜。拜拜。拜拜，下一期见。